进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这么神秘啊！这是一个惊喜，把眼睛闭上，转过去。怎么还不让我看呢？让你看了，那还能叫惊喜吗？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惊喜。走吧。走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你来不及去寻寻觅觅，忘记了多久的光景，这个就是你送我的惊喜。对，这是我送你的许愿树。这上面是许愿牌吗？那你有没有写愿望？没写呢。我想的是，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，愿望会越来越多，咱们都写到上面去。这上面一共有521个许愿牌，我们以后有什么愿望，就都写在上面，咱们努力一一实现。等一下，我曾经因为无知，无数次被人骗，抛弃了他们设下的陷阱。我很难再相信别人，也因为这个，差点错过了你。但是还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，我很幸福。我希望在你送我的这棵许愿树上，写下我们一起的愿望，然后一起实现它。我也希望我们能一直走欢乐快乐，一起走下去。一定会的。今天加油哦！你先休息会儿啊。好。
小心点。子明哥，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平时穿再高的鞋也不会摔啊。你呀，就是太紧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会是最幸福的人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。看这边。哎呀，好一个意气风发新郎官啊！怎么样，歪没歪？特别正。哎呦，这前2天这是谁呀？愁眉苦脸的，怎么跟今天镜头里的人不一样了？老纪，高兴一点，再高兴一点。咱们走吧。走，我跟你说，别紧张，这事儿1回生2回熟。来姐，爸，今天是属于你的大日子，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。好。请到场的各位宾客就座。季拜坚先生与宋芝芝女士的婚礼即将开始。接下来呢，就有请我们的新郎入场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能够受邀主持季白坚先生与宋芝芝女士的婚礼。那么此刻呢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新郎，你现在紧张吗？说实话，紧张。对。仪式快开始了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哦，一会儿有提示音，按照流程出来就可以了啊。进。你现在紧张吗？说实话，紧张。好，那就请我们的新郎继续保持这种心情，去等待着我们的女主角出场。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。有请新娘入场。哎，不用管啊。彩排的时候我还好好的呀。不会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熟悉啊？难道？新娘不见了。能啊，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新郎跑了。芝芝。
怎么回事？这只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分得少。诗诗，诗诗，喂，芝芝没有回家，你找到她了吗？没有。苏诗诗，芝芝，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！芝芝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怎么突然间从婚礼现场跑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告诉我。齐白姐，你敢做，你还不敢承认了是吗？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侄女儿的大喜日子，我怎么能不来送份厚礼呢？看在您跟我爸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，我叫您一声叔。但是这份礼物就不必了。哎，如果我说这份厚礼是有关群星珠宝被套空的真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群星珠宝走到今天这一地步，你爸爸的心血付之一炬，这幕后真正的操盘手，就是你马上要嫁的那个季白坚。怎么可能的？怎么可能？你好好想想，现在是谁真正掌控着群星珠宝核心团队的命脉呢？谁掌控群星珠宝核心命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群星珠宝被害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不是拜您所赐？拜我所赐？看来闺女，你真的是对叔误解太深了。没错，是我逼你爸爸交出股份，为的是让群星集团早日上市。可是你知道吧，那个季白坚早就在幕后布局了，他就是要等到你们群星珠宝陷入危机，他好趁危而入。他以基金投资的名义，把核心团队全部转移了，让群星珠宝成为一具空壳。建立知福珠宝，是我和季白坚商量好。如果你要是用这个事情挑拨离间的话，未免也太过儿戏了吧？你说我挑拨离……哎，你自己听一听，他怎么会把他女儿许配给你们家白坚了呢？你们这个联姻是假的，你真正的目的是应该报当年那个仇吧？不过我季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我劝你不要坏了我的好事。季白坚的母亲当年在大福珠宝，因为公司丢了一批从斯里兰卡进口的原石，她为此抑郁自杀了。季云雷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，直到前不久，他发现这批原石在你们宋家的仓库里。所以现在他要把两家的联姻作为对你们宋家的报复。是
什么原始？我不知道。至于那个季白坚，一直怀疑他母亲的死跟你爸爸有关，所以他一直精心布局，为的是抢走你爸爸的一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白坚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看看这个吧。其实，那个季白坚从一开始就在算计你。他帮你在竞选公司总经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那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怎么可能拿出20%的股份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他们季家这么多年一直在收集你们家的股份，为的就是掏空你们的公司。傻姑娘啊，你现在居然还要想嫁给他，还要把群星珠宝双手奉献。言已尽此啊，叔也没啥好说的。芝芝啊，好自为之吧。我还是太单纯了，居然没有想到，原来我才是你的猎物。季白坚，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了，还是都是假的。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管你听到什么，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。他是什么样子？你说呀！你怎么不说了呢？是你不能说，还是你不想说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从一开始你接近我，跟我恢复婚约，是不是另有目的？是。那你帮我，救我，对我做的种种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都有，但是我叶大体做的这个局，其实你早就知道，但你不但没有告诉我，还眼睁睁看着我们群星珠宝中计，对吗？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爸是不是让你透过制服珠宝来掏空群星珠宝？你说呀！是。
没有人犹豫的季白姐，撒谎是变快乐的语速。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眼角余光不自觉飘向远处，跟我结婚所谓的态度，是不是也在你的算计当中？我承认一开始我是骗了你，但结婚是真的。果然，你对我的感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。季白姐，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，是因为有我说不出来的苦衷。我三言两语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。但是你相信我，我想跟你在一起是真的，我想结婚是真的，我爱你也是真的。我都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你的。你知道吗？当年太挺跟我说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多希望是假的，我多希望他是骗我的。但是不是啊？你才是骗我的。我在这大问问题，这是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你没错。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。如果真的爱能重新来过，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。芝芝，白姐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离婚吧。你的这些记恨却用在我身上，表演有多夸张，我都配合鼓掌。完整的心脏落地传来余声，巨响。你惯用的伎俩，别用别人身上。这完美的假象，刺破后变空荡，在眼神交汇时，好像灭了一道光。怎么样？让我跟他聊聊。我把他交给你，可你呢？你忘了我们的承诺。季白坚，你到底把芝芝怎么了？让他在婚礼上就逃走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只说不让我担心，连句解释都没有。有件事我也需要您给我一个解释。你说，当年季家丢失的那批原石，究竟是怎么到的宋家仓库？你原来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情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？是。我爸一直让我调查这件事。我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爸一直生活在我妈去世的阴影里。所以，宋叔，我想了解原石事件的全部真相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当年所有的事情。当年那批原石出现在我宋家的仓库，并不是我换的，我是被人陷害，就是要栽赃我的这个人，把这批原石放在了我宋家的仓库。当年
大福珠宝用劣质原石代替优质原石爆出丑闻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那批原石在我的仓库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自杀了。我当时要是站出来，那可真就是百口莫辩呐。是，我也去意大利调查过。当年是一个亚洲人提走了原石，用在现金交易，我也拿到了交易记录。虽然上面没有您的签名，但是这批原石却出现在了我宋家的仓库。这批原石我一直都不敢动，也不敢转手，就一直封存在仓库里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，还专门备注成劣质原石。前一段时间，易文涵开发了一个低端系列，顺手用了这批原石。我发现以后，就立刻叫停这个系列，把大货都封了。白坚啊，我真的没有换你家的原石啊。虽然大福珠宝的陨落成就了群星珠宝，但我宋山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。我可以向你发誓，如果我宋山动了你家的原石，天打五雷轰！那您告诉我，当年诬陷您的人是谁？您如果知道些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不管是为了我们，还是支持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当时那件事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群星集团的董事长叶太庭。白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请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害芝芝。您放心，我跟芝芝在一起，跟芝芝结婚，都是我自己想去做的。芝芝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刚去找你爸了，我们把当年的事情都聊清楚了。不管你想不想听，我都要跟你解释一下。好，你说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解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妈当年设计了一款首饰，但原石被偷换了。以次充好的事情一发生，我妈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我母亲的离世让我爸非常愤怒，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凶，并且报仇。所以他想利用联姻的事让我调查一下宋家。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外，我不了解你，所以他跟我说，我直接就答应了我。我是慢慢接触你之后了解你了，我爱上你了，我爱你，芝芝。我爱你是真心的，跟那些报仇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。是真心人。那为什么在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里，对这个事情只字不提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及时跟你说我想说过的，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芝芝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已经弄清楚了，我相信宋叔，袁氏的事绝对跟宋家没关系，回头我跟我爸也会解释清楚的。我觉得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。背后陷害？其实原来在背后陷害我的不是你吗，季白间？别松手的梦，我会等待，接受未来，我不曾放开。当我坠落，请抓住我，别说你会懂。喂，爸。芝芝啊，公司团队被挖走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，公司下个季度的订单也全部被取消了。这次公司的运营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爸，对不起。芝芝啊，这傻孩子说什么呢？都是爸爸欠下的债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其实你去运营知福珠宝也不是不行，你的才华不应该被耽误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是您的女儿，也是群星珠宝的代理总经理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就留在群星珠宝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这孩子，芝芝啊，当年袁氏被换的事儿，你相信爸爸是被陷害的吗？爸，您是我爸，我了解您的为人，所以我相信你。芝芝啊，爸爸想……爸，我这儿有个电话进来，我先不跟您说了啊。好，那你先忙。管叔啊，芝芝的婚约黄了。我这一想到宋山还有季云雷他们当时那个表情，我就哎呀，就他们这点脑子，怎么玩得过叶董您呢？对了，叶董，我刚得到一个消息，意大利的珠宝品牌崔斯特准备进入中国市场，将首次面向中国招募代理。哦，
这崔斯特可是国际大品牌啊！如果我们能跟他们合作，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拿他们的代理权有没有什么困难？有一定的难度。据我了解，他们的中国区代理合作条件有较高的资金要求，而且10天之后就要进行公开竞标。崔斯特这个代理权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，赶紧去筹措资金。是。对了，叶董，既然现在宋芝芝和季白坚的婚结不成了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所用。谁？魏子明。其实他的心思宋家人都一清二楚，可是他不敢表白，无非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份问题，而且宋芝芝也一直把他当哥哥一样看，所以他就只好自己默默承受。我知道了，他需要一个身份。魏总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有话就说，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哎，魏总，别着急嘛。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出来聊聊。目前，群星珠宝走的走，散的散。以你的能力，之前在群星珠宝也只是个副总，太屈才了。不知道魏总愿不愿意来我们集团？我们叶董一定会非常的器重你，给你一个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。毕竟群星集团和群星珠宝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钱秘书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留在群星珠宝完全是因为宋家对我的恩情。至于你说的身份地位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。可是你毕竟不姓宋啊，你在宋家除了可以报恩，得到什么了？哎，就连自己喜欢的人，你都不敢表露自己的心意。但是如果你来了我们集团，你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。有了这个身份，你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去争取你要的。叶董，董事会传来一些消息，说这些年集团亏损严重，和您的决策方向有关系。接着说。他们想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，把您的董事长职位给撤了。完了他们了，他们这是想逼宫。叶董，您别急，集团不是定下目标要拿下崔斯特的代理权吗？他们说就想看您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了。崔斯特这个项目有几成把握？据我所知，季白坚的支付珠宝也要出手。又是这个季白坚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您放心，如果崔斯特竞标成功，我们就可以顺利上市，这样就可以堵住董事会那帮老家伙的嘴。关叔，你想办法帮我搞到季白坚的竞标方案。这个季白坚一向做事谨慎，我怕有点难度啊。也许有个人能帮助我们。谁呀？宋芝芝。宋芝芝？他能帮我们？上次咱们把他的好事给搅黄了，他可对我们没什么好感。哼，当然不会对我们有好感。
但是眼前他爸爸的公司被掏空，他又被欺骗，他真是爱恨交加呀！啊，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她最讨厌的是被人愚弄。此时你递一把刀子给她，她求之不得呀！啊！芝芝啊，还在忙啊？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想当初你们群星珠宝人才济济，你看看现在多冷清啊！你这都快成光杆司令了吧？时过境迁呐。叶董，如果你要是过来看笑话的话，那你就请回吧。这孩子说话，叔能看你笑话吗？啊？还在生叔气是不是？得，叔今天跟你正式的道个歉啊，别让我们的误会越来越深了。其实我当时是好心提醒你，提防着点那季家父子，你可没想到，被场清啊，这把他婚事给搅黄了。这话说回来啊，其实我觉得，哎，他跟白坚还是挺般配的，是不是？叶董啊，您不必这样。孩子，你看你叔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你怎么还这么见外呢？孩子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商场如战场啊，你要是这个看人啊，办事儿一个不小心就掉进坑里，叔能忍心看你掉坑里不管吗？您今天过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事儿吧？我看您就别绕圈子了，开门见山吧。你看，咱们芝芝就是有灵气。哎呀，那我们就谈正事儿。哎呀，那就开门见山啊。集团呢，最近准备参加崔斯特代理权的项目竞标。你知道这次竞标啊，对集团来说至关重要。不过我听说季白坚他们好像也参与了。这季红集团一直就是咱们群星集团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所以叔叔想请你帮个忙，看看能不能拿到他们的竞标方案。这知彼知己，我们多一分胜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叶头，您怎么这么有把握我会帮你啊？因为我知道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哦，这么自信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既然您这么直白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想要国内知名古法金手艺家的名单，还有珠宝原材料供应商的名单。咱们这大侄女胃口不小啊！啊，跟拿到崔斯特代理权相比，我这个就还好吧。而且如果群星珠宝要重建的话，跟知福珠宝对垒，对您来说，不正是渔翁得利吗？不过季白坚这个人呢，我比较了解，他比较仔细，也比较谨慎。如果想拿到那份方案，可能没有那么简单，我需要时间。芝芝啊，有些事情呢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群星珠宝已经被季家掏空了，群星珠宝的业务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，要想谈重建，谈何容易啊！叶董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您是过来求我帮忙的吧？如果您要是看不上我能力的话，那我看你还是请回吧。你看这孩子啊，这说着说着又是没大没小没轻没重的。我要是看不上你的能力，我跑这里干什么来了啊？帮叔拿到方案，叔叔跟你一定齐心协力重建群星珠宝啊！我等你的好消息。走了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啊，太逗乐了啊！
我说啊，你说这芝芝她再不济，她想的是她爸爸的利益。哎，这个就是有儿女的好处啊，不像我，跟老的斗完了，跟小的斗，到头来孑然一身。叶董，我永远是你的左膀右臂。冠叔，你先到车库开车等我吧。我晚上下来。好。快说，什么情况？老板，咱们找了20多年的小达，终于有结果了。他开口了？对，他说小达还活着，我尽快去确认。好。确认以后不用留他了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喂，您好，谢先生，上次您来找我，问我当年关于大福珠宝那批原石的事情，我这边有了点新的进展。我给您发了一份邮件，您先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照片？我们每批材料出入库的时候都会对货物拍照记录。上次您来过以后，我还是查不到提货人的任何信息。但我前几天在整理货物归档资料时，发现了那批石材出入库流程的照片。在拍摄一箱原石出库照片时，我们好像无意间拍到了提货那个人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照片里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走原石的人？没错，季先生，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，我先发给您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好，谢谢。喂，芝芝，你在哪儿？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？不要来烦我。原石的事我查清楚了，而且这件事也关乎宋叔，所以我能来找你吗？我在公司呢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季百坚，我见你，完全是因为我爸。我相信他不是那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的人。好，我知道。你最近好吗？你觉得呢？当年原石的事我查清楚了。我上次去意大利就是去查提货单的事，但提货单上没有提货人的签名。所以你就觉得是我爸？不是我怀疑，是我爸觉得原石既然出现在你家仓库，就肯定跟宋叔有关系。我找到当年的提货人了。照片上是钱冠书，所以这件事一定跟叶太庭有关系。果然是叶太庭，他竟然陷害我爸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伤害，包括你的母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芝芝，我也给宋叔道个歉。
群星珠宝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失去你的惩罚对我来说也太重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？别说了，先回去吧。对不起。别动，您看。好，继续给我盯紧他们。文涵，你以为躲着我，我就找不到你了是吧？文涵，我是你爸，我怎么会躲着你不管你呢？爸，你利用感情牌哄骗了我那么多年，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啊？什么时候能见到钱和我妈？文涵，这么大一笔钱，我需要时间。好啊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要是叶太庭知道了所有的事儿，就看看他还能容得下你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3天，就3天，我要见到钱和我妈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喂，季总，知福珠宝竞标崔斯特的事情，董事们都不太支持，还要继续吗？我知道，崔斯特的项目，集团的股东们意见很大，我亲自跟他们谈的。哎，芝芝，正好我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队长最近总是3番4次来找我，有何贵干？哎呦，我看你这雄心勃勃，一股劲儿的要重建你爸爸的公司，我怕你累着不放心，特意来问候问候你。工作上的事儿就不劳烦您操心了。叔上次拜托你那个事情，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原来是来催进度的。啊，那也不是，这个都是明白人啊，叔就给你透个底。在知福珠宝公司内部，叔还找了其他人帮我一起跟进这个项目，所以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一张牌。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，你想要的东西，
除了群星集团，谁也给不了你。叶董，您查的还是真仔细。不过您不知道吧，这次的项目是由季白坚亲自在盯的。季白坚亲自盯的项目，所有的核心机密肯定都在他手上。那公司那些虾兵蟹将没有任何作用。能从他手上拿到那份文件的，您的底牌只有我。耐心点。我有耐心啊，我有的是耐心。那这么着，芝芝，你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不送了。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哎，季白坚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想跟你见一面。芝芝，我没想到你突然联系我，你是原谅我了吗？上厕所。啊？走。看到那边那辆车了吗？有人跟踪吗？叶太挺的人。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叶太挺来找我了，他说要跟我聊一笔交易。交易？他希望我从你那儿拿到知福珠宝在崔斯特项目上的方案，所以他找人跟着我的，进攻了。作为交换的条件，他还说了，芝芝，你应该清楚叶太挺的为人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叶太挺能给你的，我也可以。你给不了，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季白坚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是我不想害你，所以我不想投你的方案。今天来见你，是想和你商量我们的合作，演场戏给他看。谢谢，谢谢你把这件事告诉我。你不用谢我，我没有在帮你，我只是不想违背我自己的职业道德而已。关于叶太挺呢，我觉得在对付他这件事情，我们还是挺有共识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做一份假的方案，详细一点，让叶太挺相信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想要买掉你手上20%的群星珠宝的股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走吧。
他们还跟着你。做戏做全套，去你家吧。这段时间，你是不是特别的辛苦啊？还行，就是最近事情比较多。那有我能帮得上的吗？不用劳烦你了。那一会儿回家你先休息吧，我去做饭。这么晚了，你应该没时间吃饭，应该饿了。谢谢你了，季总。不过以后只有我们的时候，就不用演戏了。唉，什么事儿？叶董，你儿子有消息了。经过多方确认，消息绝对可靠，您绝对想不到是谁。子明啊，辛苦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叶董，您怎么突然请我吃饭？早就想找机会跟你一起坐坐啊！哎，老钱跟你说了吧？啊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想趁这个机会啊，我也当面问问你，愿意不愿意来集团任职啊？我跟钱秘书说得很清楚了，宋家对我的恩情，我是一定要报的。恐怕让叶董失望了。不会不会，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你这么重情重义，我很喜欢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也喜欢芝芝啊？你调查我，这是我的个人私事，您怕不是越界了吧？这顿饭
恕晚辈不奉陪了。哎，子明，我知道啊，作为宋家的养子，你对我有些成见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不过呀，我还是先给你看样东西啊。这么晚了还在看书？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吗？学习一下。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懂，也不会经营任何一种亲密关系。我也看过这本书。那你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？这本书上说，只有解决自身的问题，新的关系出现时才会做得更好。对不起，芝芝，是我个人的原因，我们的关系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？这是……是我朋友，我改天拿给他。你早点休息。季白间，你果然还有事瞒着我。